来到本周一宝送出的游戏《死亡岛2》，我通关后感觉这款游戏挺有意思的，既有爽点，又有让人挠头的地方，咱们分着唠唠。没有领取游戏的玩家赶紧去 Epic 领取这款游戏，过时不候哦。本作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砍丧尸爽的飞起，场景细节拉满，一上手就能感觉到这款游戏打丧尸的动作做得太丰富了。挥刀、踢踹、暴击、触觉，每个动作都有实打实的反馈感，尤其是把丧尸脑袋打爆或者肢解时，血肉飞溅的特效非常带劲，虽然有些重口，但是很爽啊。场景设计更是没得说，从场景沙滩到阴森公寓，每个角落都塞满了细节，营造出末日城市的混乱荒诞感，而且都是真实建模，不是贴图可以破坏的。打丧尸时还能利用环境搞骚操作，比如说引丧尸到水边用电击武器攻击他们，或者用燃烧瓶点燃油桶炸飞一片，互动感直接拉满。深入体验后才发现，这款游戏组队玩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。这款游戏支持3人联机，重点是不用加速器也能秒匹配国内玩家，自己建个房间，分分钟就能凑齐队友。当然，一路玩的时候可能会被突然跳出来的丧尸吓一跳，但组队后直接变成了欢乐喜剧人。你飞踹引怪，我轮大锤补刀，偶尔还能坑队友，比如说在水里放电把他一块电了。而且组队还能大幅降低挫败感，后期怪物又肉又凶，别人被围殴可能直接秒躺，但队友能够拉你起来继续干。打 BOSS 时分工合作也更轻松，强烈建议喊朋友一起玩，边骂街边砍丧尸才是真的快乐。游戏的战斗系统以近战为主，远程辅助，但后期难度逆天。游戏主打近战，棒球棍、斧头、武士刀啥都能抡，前期靠飞拽和爆头就能横着走，尤其是飞机把丧尸摔倒后补刀，一套连招行云流水。远程武器后期才解锁，但子弹少得可怜，基本只能当辅助。游戏难度后期直接飙升，丧尸会摇头晃脑躲你的爆头攻击，格挡成功也会掉血，精英怪和 BOSS 更是伤害爆炸，一个不注意就会被秒杀。这时候就得靠技能搭配了，比如说用技能卡点出飞踹自带爆炸效果，或者说用带有自噬体效果的技能卡片搭配出3级自噬体技能。此时狂暴模式就像开无双一样无坚不摧，或者利用地形与武器搭配搞元素伤害，比如说水面加电系武器、油桶加火系武器等等。不过单人玩的时候经常被虐到心态崩，还是强烈建议组队分摊压力。游戏的武器技能的感受是史诗武器没有想象中香，狂暴模式才是爹。游戏里的武器按品质分为白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红色和橙色等品质，但实测下来，橙色史诗武器与红色武器差距不大，并没有碾压级的优势。前期拿到橙色武器固然爽，但后期怪物等级比玩家还高，全靠狂暴模式和技能卡撑着。在后期用像是棒球棍和斧头这种范围大的武器，比小刀等单体攻击武器实用太多，毕竟攻击范围广，至少能避免被围殴。技能系统有点像丧尸版的天赋树，飞踢、格挡、闪避都能搭配不同效果的卡片。后期必用的噬魂体技能搭配，将噬魂体技能点到3级，再搭配最后一张才开启的元神卡片。狂暴模式开启后伤害翻倍，直接化身丧尸推土机。不过这也暗示了主角和病毒的关系有一个剧情的小伏笔。游戏的剧情和模式就是标准的末日讨杀套路，病毒爆发之后找病毒起源，然后逃出升天，并没有特别惊艳的地方。但会埋点剧情小伏笔，暗示续作的内容。游戏中支线任务挺多，不过大部分都是找钥匙开门、清场杀怪这些内容，是在探索过程中能够捡垃圾。前期缺材料升级武器，后期则可以卖装备换钱，或者是分解武器返还材料，玩起来还是非常有动力的。在游戏中还有个额外模式叫邻里守望，它有些鸡肋。虽然在这个模式中玩家多了一个技能能够放陷阱，但是陷阱强度过高，能够轻松清场，这是1级的玩家等级就能打4星任务都毫无压力。加上场景内容重复，地图比较小，玩多了会感觉无聊，属于偶尔尝鲜就行的类型。最后我给《死亡岛2》的评分是7.5分，适合喜欢暴力爽游的联机党。本作生态砍杀手感爽，场景互动丰富，联机欢乐多。如果是单人玩，后期难度就比较高了，剧情和重复的任务可能让人有点疲劳。但如果你喜欢打丧尸，和朋友一起搞怪，这种游戏免费拿绝对不亏。要是追求深度剧情或者硬核战斗，可能会略微有一点点失望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欢迎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